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为何会走红？麻烦多方分析。不限量看优质回答私信答主深度交流精彩内容一键收藏。今天诚意因为一个词条诚意张居正上了热搜。起因是昨天 YXH 抛出了个假瓜，说诚意签了张居正的意向约。其实今天就已经有辟谣了，张居正虽然是好瓜，但剧本都还没写好。但是好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词条下面90%都是在安利诚意的待播剧《英雄志》和正在拍的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。从近期黑料的数量和质量看，诚意真的红了。个人观感，他的粉丝数仅次于顶流，商务代言目前可能还不如顶流，但是一部《莲花楼》确实让他多了好多粉丝，尤其是一群以前从不混粉圈的人，比如我。第一次因为内娱一个明星，开始微博超话打卡，抖音、小红书、微博、微信视频号等各种视频，只要有诚意，评论里为诚意说话的越来越多。好了，正式回答问题。诚意为什么走红？第一，业务能力强。从琉璃开始，诚意就靠演技出圈，一部琉璃带来了二代果果。沉香拍摄的时候虽然很多幺蛾子，但是诚意的演技没烂过，一部戏靠3个角色出圈，带来了3代果果。2025年，一部《莲花楼》播了6个月还在霸榜，到2025年还在不断有人哭坟都找不到地方，带来了4代果果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演技才是最重要的。诚意身上有一种魔力，可以让人在看戏的时候忘记诚意，跟他一起沉浸在角色里。2025年，内娱好多角色因为演技好而火，说明大家越来越看重演员的职业素养。B 站里有很多大神在分析诚意的演技，纵观他出道以来拍的电视剧，剧本烂过，对手演员不给力过，但是诚意的演技是肉眼可见的进步的。到演李莲花的时候，他已经有自己独特的特色，每一个角色他都能深入地梳理角色内在逻辑，不断地跟导演跟编剧探讨如何把这个角色演得更加出彩。网上有诚意给宇军哥齐燕写的人物小传，也有莲花楼作者的感叹，说因为剧花跟书花不一样，尤其是李香怡，剧版跟书版的底层逻辑也不一样，所以跟诚意沟通过。诚意给他发了一篇很长的角色理解，让一个作家都感觉很长，可以看得出诚意确实对这个人物有自己的思考。而且作家也非常肯定地说，诚意找到了花花这个角色的内涵，所以说半个李莲花遇上了半个李莲花，形成了完整的角色。业务能力强才是一个演员立身的根本，不然只会昙花一现。第二，真诚不作妖。其实演员这个职业还挺矛盾的，一方面职业需要他们心思细腻，善于揣摩角色，另一方面也需要他们八面玲珑，学会处理好各种关系。但是不论什么时候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。网上随处都有诚意服群演的视频，他在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，而是把演员当作工作，把其他人当作工作伙伴。所以很多群演会专门为他发声，跟他合作过的导演也经常对他给予好评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角色大于天。为了拍戏，受伤、淋雨都不是事，干就完了。也从来不会因为房车、酒店这些东西去显示自己的身份。很多剧的路透里，他宁可自己大冬天躺在地上，让群演先吃饭，也没说要群演等着自己。对他来说，这是应该的职业素质。而且他真的很有教养。很多大型晚会到后面很多演员都走了，只有他全程不玩手机，
专心的看舞台。前阵子哪个晚会我忘了，最后一个节目是张碧晨的，台下的明星只有程毅坐着，海报是鼓掌，以至于张碧晨的粉丝也被感动。人红了以后，就会有很多黑料，但是程毅的黑料很有趣，越扒越觉得这孩子一路走来真不容易，好几次网暴都是冲着逼他退圈去的。那些所谓的黑料，也不过是刚出道时前公司给他安排的路线不是很合适而已。第三，对粉丝很好。进入其圈才发现，程毅对粉丝是真好。不仅仅表现在每次大型活动买的奶茶上，也不仅仅是他多次穿着高定和昂贵的衣服蹲下身来跟果果们合影，更不仅仅是每次见粉丝他都一路小跑，每次叮嘱粉丝注意安全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机场路透、拍剧路透，很多时候粉丝会把演员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个时候有些演员会臭脸，会很不开心，但是程毅永远都情绪稳定，非常包容地看着粉丝。所以他给粉丝买奶茶都会注明3分糖，会发给清洁工人，会在微博上回对骂他粉丝的人，会自费开粉丝见面会，会在风暴来临前用自己公司的章给粉丝暗示，明天网上有风浪，你们先不要上网。所以1代、2代果果、3代果果曾经给4代果果科普，其圈是溺爱式追星，程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会干涉他的任何决定。只要是程毅接的戏，从来不允许粉丝撕番。所以近期还有 YXH 造谣他在底线里撕番，也属实属于无中生有了。第四，严于律己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他对自己真的非常严格，一直在做身材管理，也愿意为了角色做出任何牺牲。还记得《南风知我意》里，为了拍好小腹总受伤后洗澡的戏，他硬生生减重，把自己营造出弱不禁风的效果。更不用说《山河月明》里为了打板子的戏，露出 PG 真棍子真打。琉璃沉香里都有露出腹肌的戏，可以看出他的身材管理做得非常好。再看看各种剧的路透里他的食物，程毅严选一般都是其圈避雷的存在，番茄汁蔬菜洗澡水酸奶燕麦杯等等。他对演员这份职业始终保有敬畏心，所以不管是身材管理还是演戏所需要的各项技能，他都不断的练习。程毅的打戏在这个年龄的演员里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了，不仅美而且有力量，核心非常稳。所以莲花楼里红绸剑、五竹林、舞剑篝火舞剑等几段打戏都让人惊艳，连戏里的武术导演都说程毅已经基本算半个武行了。我觉得程毅的红不是一下子爆红，而是他长期以来深耕这个职业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来的。其实他的资源属实一般，有时候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但是他用塑造的一个个经典的角色，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他，喜欢他。我希望他能再红一点，有更多的话语权，拍更多好看的剧。哈哈哈！程毅的粉丝估计都不敢肯定自家偶像红了吧？和正主一样谦卑的不行不行的。这么可爱的群体，非常单纯的专注自家，真的很可贵。程毅说想把最好的作品留给大家，所以看不到他的时候，他都是在认真拍戏。所以出道那么多年，他真的很少休息，几乎无缝进组了全年无休。就现在拍《沉香如屑》，小腿都骨折了也没有休息，还在努力工作。这样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爱他的粉丝，所以粉丝们都尽力的去做好数据打榜，在没有营销、护体黑粉肆虐的情况下，还能破茧而出，真的是靠的是他扎实的业务能力和正直的人品。所有合作过的导演、制片人无不喜欢他，他在剧组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快乐。所以别问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，那是因为他努力做一颗不被蒙尘的金子。唧唧歪歪磨磨唧唧，选择恐惧症患者。首先，个人感官红了吗？
其次，我从某办和某博的黑子量来看，感觉要顶流了。最后，如果爆红，我很欣慰，演技好不作妖的演员就该爆红。